5分钟告诉你《女鬼桥2》到底讲了什么故事，咱们直接开始。首先，咱们要记住3个关键时间点：第一个1960年，第二个2000年，第三个2020年。OK， 记住这3个时间之后，咱们就要来讲故事啦。首先，在1960年有5个重要角色，第一个是初代校长徐文雄，第二个是他的女儿徐幼仪，第三个是喜欢他女儿的由风水世家出身的建筑设计师严淑文，第4个跟第5个是谭君美和黄忠勇夫妇。由于严淑文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建筑设计师，所以徐文雄就把他请过来设计整个文化大学。但是呢，他没有料到这个严淑文呢其实不是个好人。还记得我们说过，严淑文是出自于风水世家的，所以对于咒术什么的他也是略懂一二。在他看上美丽的徐幼仪之后，他不仅对他穷追猛打，还对他老爸下咒，控制徐文雄的思想，让他把徐幼仪许配给自己。并且呢，不仅如此，他还留了一个后手。文化大学选址呢是在一个阴阳交界地，他把整个文化大学设计成一个逆八卦的形状。本来正的八卦呢可以驱邪镇鬼，但是他设计成了逆八卦，就变成了一个锁魂招阴气的这么一个状况，这也为他下一步埋下了一个伏笔。之后徐幼仪偷偷了会客室钥匙，发现了他做了这一切之后，严淑文也不装了，摊牌了，以可以解除婚约为由，约徐幼仪去地下车库谈一谈。但其实他的想法是得不到就要毁掉，将徐幼仪嘎掉，再用学校的阵法将他的灵魂永远困在这里，就是用另一种方式得到他，可以说是相当变态了。就在他动手的时候，谭君美赶到，给徐幼仪拖延时间，然后黄忠勇后一步赶到之后，谭君美已经被杀害了，但是他还是强忍悲痛，将徐幼仪带去了医院。可惜徐幼仪到最后在医院还是抢救无效身亡了。可就是因为这个举动，让徐幼仪离开了那个阵法，让她的灵魂不会被困住，得以投胎转世，变成了我们之后的游戏角色于海乐。但这个呢是后话了，我们之后再来说。严淑文发现自己的计划失败之后，他就自刎归天，将自己的灵魂跟肉身封印在学校里面，吸收阴气跟怨气，让自己变成煞神。但是因为他的计划早就已经暴露了，所以学校叫来了安南宫的道士，将严淑文的怨气给镇压住了，并且呢，这个镇压需要一个献祭的人，而黄忠勇就是一个很好的人选，所以我们就能看到黄忠勇过了这么多年还是保持年轻的状态，因为他早就已经不是人了，他变成了一个守镇的魂的一个状态，守住严淑文的这个镇压，而这些举动导致严淑文只有一丝魂念可以逃出来，就是那个小绿球，他只能默默的透过吸收别人的怨念，操控别人的生命，来在镇压底下壮大自己的力量。就比如说游戏里面的805女鬼，就是对他许了愿之后被他害死的，还有游戏里面的情人节，也是跟他许了愿完了碟仙之后才被他操控帮他解除封印的。然后时间来到2000年，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个倒霉的女学生黄婷婷，她在半夜进入了这个电梯，然后不经意间的来到了阴间，并且还遇到了化成厉鬼的谭君美。那这个时候只能说太不走运了啊，直接嘎在了阴间。当然这背后也有严淑文的一些助力，但是呢不大，严淑文可能只是想多出一份灵魂而已。不过黄婷婷这个人算是我们剧情的一个导火索，直接把我们引到2020年。这个时候林书宇记者就是因为他的一个事件，所以才会来到文化大学的，加上一系列巧合，就比如说8月22号这天，还有我们的于海乐是徐幼仪转世，这些事情所有的因素加起来才有我们的游戏剧情。所有人被拖入了严淑文的一个特殊空间，这里面有了这些年收集了各种厉鬼冤魂，甚至还有鬼王用来增强他的力量的。然后再通过各种事件，比如通过碟仙控制情人节，还有通过壁画骗了巫子南，让他们把自己身上的镇压封印一一解除。最后严淑文以煞神的完全体出现，将情人节嘎掉，并且尝试将于海乐也就是徐幼仪的转世也嘎掉。但是这个时候反转来了，因为大学选址位于一个阴阳交界地，所以它地下其实有一个混沌之门连接阴间跟阳间的，只要拿到必要道具，也就是严淑文的心脏，就可以打开混沌之门，将严淑文彻底带走。而于海乐也做到了，打开了混沌之门，将严淑文吸了进去。但在严淑文被消灭之后，混沌之门还没有关闭，这个时候需要一个人进去才能将整个门关掉，而这个时候就导致了我们游戏的2个结局。假如于海乐在逃跑的过程中用会员灯过多的话，就会被煞气感染，最后进入混沌之门，牺牲自己将整个门关闭。这个是结局1。结局2是教官将自己妻子的佛珠给到了于海乐，消除了他身上的煞气，跟他的妻子在阴间相见，这是结局2。而这个结局也留下了一句很经典的话：有这护元灯，我们就不会迷路。那这大概就是整个《女鬼桥2》的剧情故事。因为篇幅原因有很多细节我没有讲，就比如说巫老巫子南，他的叔公就是安南宫的道士，还有其实黄婷婷有给连书宇写过一封信，
但是这些细节解释起来太麻烦了，并且呢剧情根据也不是很多，所以呢我就直接略过了。OK，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